Hello， 各位好，我是吳楠。問一下，2026年車圈的流行色是什麼？一定是紫色，對不對？所以呢，今天依舊帶來了一台琉璃紫的，號稱10萬級大滿貫的純電 SUV 東風風神的 L8Y。其實每次一拍這種家用車的時候呢，內心其實不會有特別多的期待值。但是當我今天剛剛走進到這個棚子的時候，就被這個旁邊的造景給吸引了。它是一個宇航員，就讓我頓時回歸到那種童年的感覺，好像是一種小小的夢想。那我突然間想到，這次 L8Y 它整個的造車本心嘛，因為它這次也是用了家族化的設計風格，叫做以享合居，其實也是回歸到最初的那種本真，就車的實用性，然後家庭的舒服啊，所以整個外形的設計看起來還是非常符合大部分人的審美的。那它这次其實總共在外觀顏色上有5種可以選擇，然後我們今天拿到的這台車呢是一個琉璃紫，這個紫色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就它屬於那種灰紫色，低飽和度的，就非常的耐看。就我覺得如果想要調成這種比較正的顏色的話，估計他們家在車漆上是耗費了很大的這麼一個功夫。前臉這次也是採用這種貫穿式的燈帶，是現在非常流行的。然後這邊也是這種單鳳眼的這種設計，它其實並沒有像現在市面上比較傳統那種非常寬大一樣的感覺，反而看起来非常的緊湊的，很聚光，有沒有？然後說到聚光，就要提到他們家這個 logo 了。剛剛我進來的時候就摸了一下，哇，真的是純平面，你知道嗎？我感覺好像像印在上面一樣，它是發光的，也是目前為止就是首次在東风风神的車邊上發光的這麼一個 logo。看整個車身側面，很多這种線條，就能突出它整個的這種運動的視覺效果，但是它又沒有造得特別的肌肉化，因為畢竟還是要符合家庭這個使用嘛。然後這邊也是採用了這種機械型的門把手，然後符合現在的法律法規。往後看有很多小的細節彩蛋，你看這個地方我非常的喜歡，就是感覺到很運動的感覺，又很像在修身一樣的視覺效果。然後包括這邊你看後尾翼，你看這兩個地方鏤空的，就是小時候男生家裡頭會買那種戰鬥賽車一樣的那種後尾翼的那種感覺，這邊還是挺動感的，非常的時尚。然後包括這個地方也是亮的，它竟然沒有把 logo 放在這兒。第一次見到有這個把 logo 放在這個後擋風玻璃上的，然後這個尾部也是這種貫穿式這種燈帶。就之前可能對他們家的印象就是屬於那種比較中規中矩啊，或者是看起來比較大氣的感覺，但這台車上讓我看到了更多時尚和這種潮流的元素在裡頭。然後這台車的有個非常妙的這種設計啊，就是它的車長是4688，聽起來尺寸不是很大，但是剛剛我跟攝影師親眼的看到這台車的時候，其實實際的這種體量感還是比較大的。這個尺寸的這個設計呢，就非常符合我們日常去使用，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停车位都是比较窄的，然后或者你上那种架子，如果车头非常长的话，就很容易发生碰擦，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符合我们日常的使用场景的。打开一下它的纵深，没想到它这么深，然后这边也是有个掏空间的设计，就是你把第2排座椅没有放倒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可以满足5个人的这种箱子的需求，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我们把第2排座椅呢放倒了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基本上接近纯平，你买个那种气垫往上一鋪，秒變一個雙人床，我覺得這個空間還是相當 OK 的。比方說2個人如果搬個小家啥的，往裡一搬都是可以的。這個地方是一個下沉式的隱藏式的空間，可以放一些可能我們出去玩的一些小的道具。這個地方也還挺好的，它這個是電動後尾門嘛，然後它上面直接把說明書印在了這個上面。其實我覺得女生現在在選車的時候，除了顏值之外，就是一定要讓我們少動腦筋，一定要讓這台車變得更加的簡單，就不用說我在遇到什麼事情的時候再發信息問一下銷售顧問啊，或者是問一下男朋友啊，或者問一下我爸呀，沒有這個必要了，對不對？現在很多車子在造車的時候都會給自己加一些定語啊，比方說什麼智能旗艦、科技旗艦這兒那，對不對？然後這台車子的定語呢叫做10萬元級大滿貫純電 SUV。那麼大滿貫呢，我的理解就是可能你想要的它都能有，然後你想不到它也都可以給你。我們看它到底能不能做得到。這次內飾有2種顏色可以選擇，然後這個呢叫做紫韻流光，我覺得跟外面那個紫呢是相得益彰的，都是屬於那種低飽和度的色彩。如果你選擇這台車子的話，我強烈推薦選紫色的外觀、紫色的內飾，我覺得男生女生都 OK 啊，展男又展女。它其實前方還是採用這種環抱型的設計，你看從門面板一直延伸到前面，你看它的整個滑動還是非常絲滑的，855的芯片，然後它這次融入了豆包和 DeepSeek 大模型，小朋友如果坐在車上跟它去對話都是 OK 的。那前方是個尺寸比較大的 AI HUD， 我覺得其實日常對於女生來說 AI HUD 特別的實用。我經常看不懂導航，但是有了 AI HUD 之後呢，它就可以直接把這個道路啊到底是左轉啊，直接映射在這個 HUD 上，所以你就很好去觀察好前方的這個道路了。如果你到了一些陌生的城市的話，我覺得這個真的是相當的實用，而且你停下來，比方說駐
車的時候，等人的時候，它可以变成一个50寸的这么一個投影的巨幕，比方我們看個電影啥，其實都是 OK 的。那除了這一點，我覺得科技的方面之外呢，還要提到這台車整個內飾的這個質感，它這個上方呢都是採用這種類似於像磨砂的這麼一個質感。然後這個質感的設計呢，我覺得第一個就是你摸起來的手感還是挺奇妙的，挺好的。我比較喜歡有這種顆粒感的感覺，就但凡你能夠肌膚接觸到的地方都是這種軟性的皮質包裹，我覺得這點可以點個讚。然後另外一點是什麼？就整個視覺上你感受不到任何廉價的感覺，就是它沒有說我這個皮質是紫色的，然後我下面用的這種塑料的材質就會比它深一點或者比它淺一點，完全沒有，就零色差。所以整個在內飾的顏色搭配上，我覺得真的是值得點個讚，設計感相當的好。那他說到整個的材質方面，說到他們家的氣味，因為影棚其實都是那種造景嘛，臨時造景各種甲醛的味道，但是當你把車門關上去之後，你聞不到外面任何的氣息，因為他們家全車身都是採用的零甲醛的這麼一個材質，然後也是在行業非常領先的這麼一個水準。然後它還有一點讓我非常的喜歡，它有60秒，就是全部都能夠把車內的空氣給渙散掉。然後再來說到幾個，就是我覺得年輕人非常喜歡的點，它這台車的前面是有2個螺紋接口的，然後這邊一個，然後副駕駛一個，我覺得這種拓展性還是非常的不錯的。這個地方你看啞光的這個質感，然後這個材質呢不僅看起來很高級，關鍵是不留任何的指紋，就不會像那種黑色的鋼琴烤漆，就你一摸就是指紋。然後下面是磨砂的，哇，這個質感也非常的不錯。這邊是一個50瓦的快充，上車就充電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然後我覺得它裡面這個材質也是比較好打理的，然後後方比較常規的杯架，然後這邊也是採用了一種分層式的設計吧，它前方是一個小的這種儲物格，你可以放你的鑰匙呀、一些簡單的票據啊，然後下面是一個比較常規空間的這種手套箱，像那種比較大的礦泉水瓶，你放個4瓶，放個5瓶也是可以的。它這個是帶有通風的，然後就你可以把這個通風口給它打開，比方夏天的時候吹個冷風，冬天的時候吹個熱風，也都是可以喝到冷飲和熱飲的啊。那還要說到一點，就是整個的它的乘坐感受，我們要先提到它的定義就是10萬元級別，對不對？這台車整個座椅呢，絕對是非常越界的體驗。他們家這個座椅呢叫做雲柔大沙發，我覺得絕對對得起這個稱號。首先呢，它是採用了10層疊層的這麼一個設計，它裡面的密度非常的高，每立方米的密度呢可以達到70公斤，比行業的水平高出了40%左右，所以它用料還是非常的扎實的。但有一點大家可以看到，就整個你看像我這種肌膚，我這種身材，它的貼合度做得非常的好。他們家這個座椅呢是雙 C 位，座椅通風、座椅加熱、座椅按摩，雙 C 位都是有的。然後還有說到一點，就是每一次我一定會檢測一台車子它座椅調節的高度，給大家看一下啊。我現在是最底了，往上，是不是非常的高？就為什麼我一定要去考慮到這個座椅調節的高度呢？因為座椅調節高度你的行程不夠的話，就像女生她的身材可能有的人比較的嬌小，她沒有辦法找到一個自己非常舒服的駕乘姿勢，所以身邊有的女性朋友就會買那種座椅墊，然後墊在屁股下面。她真的不是為了舒服，她是為了能夠找到自己一個合適的開車的這麼一個位置，你知道嗎？好了，接下來到後排給大家看一下實用性的問題。然後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車門，它整個的開口還算 OK，就是比方說開口大的車的話，你如果放一些20號線座椅的話，還是比較方便的。就這台車的整個的軸距呢是2775，然後它的寬度呢是1.9米，寬度的橫向空間我覺得也非常的讚。就比方說你後排坐3個女生，我覺得還是非常的寬敞的。座椅坐墊的這個長度非常的長，你看已經到我這個小腿這個地方了。因為它其實椅背的整個的設計是比較的貼合我的這個背部，你看就長途乘坐的話還比較舒服。然後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一個這個級別的車型後排的這個頭枕是這麼寬大和舒服的，就大家看一下，它真的是很舒服。对，它中間的部分跟大家說，因為它這個地方沒有設計那個杯架嘛，我剛去乘坐感受了一下，就它背部不硬。然後中間的這個坐墊的這種填充物的厚實度和旁邊是一樣的，除了中間是不帶有打孔的。然後還有個小的細節，就是安全帶的這個卡扣，它這個卡扣其實是線入式的比較好，就給大家看一下。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仔細觀察別人家的安全帶卡扣是什麼樣子啊？就有些那個安全帶的這個地方它是凸出來的。你知道嗎？自己系好安全帶，旁邊這個安全帶卡扣總是會硌到你的這個皮膚，然後就不舒服。它這個設計也挺好的。然後另外有一點就是它這個空調出風口是在這個位置，你可以往上調，它這個地方不突出。你看我坐在中間的時候，大家明顯的可以感受到我這個膝蓋的這個空間就是有了，
所以这點還挺好。然後這台車是有14個揚聲器的，頭枕是有頭枕音響的，坐在主駕駛的私密性是非常的不錯的。然後這邊是有2個背帶的，背帶很重要，坐在後面總是不知道把自己的這個手機放在什麼樣的地方，放在這兒吧總是會咣當咣當響，然後放在這兒吧又太淺了，所以這個地方還是挺好，而它的深度沒有特別的深。如果是到這兒的話，你可能手還要往裡夠一下，比較難受，這個剛剛好。然後還要提到後排有個亮點，抬頭看全景，人家是大天窗，然後它天窗可以開啟，最重要什麼？它還裝了一個物理遮陽簾，就任何的防曬都抵不過物理防曬，我覺得這個真的可以值得點個讚。剛剛簡單其實看了一圈東風風神 L8Y， 但是我覺得你要問我對它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一定是他們家的雲柔大座椅。我覺得真的大家可以去實際體驗一下，因為其實現在這個級別的車型，大家覺得都還是蠻厲害的。但是我覺得買10萬塊錢家用車的小伙伴，一定是比較在意的是務實，就是我需要一些實際的東西，你不需要告訴我一些花裡胡哨的，你只需要告訴我實際的用車場景當中這些能不能都有。那我覺得這台車子真的是完美的做到了。因為像這個級別的車型，可能大家會有些偏心，比方說偏主駕駛呀，副駕駛稍微冷落了一些，可能其他成員也沒有那麼的均衡。但這台車呢，首先做到了雙 C 位，比方說座椅通風、座椅加热、座椅按摩都是有的，在這個級別的車型當中還是比較少見的。然後另外一點就是它整個的環保做得非常的好，比方說零甲醛的材質，包括那個60秒的一鍵通風等等啊，都讓我印象還是比較的深刻的。因为其實對於消費者來說，車是越卷越好，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福音啊。這台車是一個純電的車型，它呢是一個62度的大電池，綜合續航呢是535公里，但實際的這個體驗我不知道啊。就這個數據來說，我覺得還是非常符合主流的這麼一個水準的，1周充1次電就 OK 了。也期待未來上路可以去感受一下，因為我覺得就像現在大家對於10萬元級別車型的要求，就是既要又要還要，當然務實非常的重要。靜態呢已經簡單的體驗完了，接下來就要期待它的這個動態試駕了。當然了，還有大家非常關心的這個價格問題，是不是10萬元級別真的是給到我們這些所有的滿配了呢？大家期待一下。